今天我们来聊 Modern BERT， 副标题写得很直接 ，Smarter, Better, Faster, Longer， 更聪明的架构设计，更好的下游表现，更快的推理速度，更长的上下文支援。这是 Answer AI Alight On 在2024年12月发表的工作，目标是把 BERT 这个2018年的模型带进现代。你可以把它想成 BERT 这台老车，引擎、变速箱、轮胎全部换成2024年的最新零件，但外观和驾驶方式几乎没变。所以你原本会开 BERT 的话 ，Modern BERT 直接上手就行。很多人以为 LLM 时代 BERT 已经过时了，但事实正好相反。Hugging Face 上 Encoder Only 模型每个月的下载量超过10亿次，是 Decoder Only 模型的将近3倍。BERT 仍然是分类、检索、NER 这些任务的绝对主力。那问题出在哪里？3个痛点。第一，架构老化。BERT 的架构停留在2018年，这6年来 Flash Attention、Rope、GELU 这些重要进展，它全部错过了。第二，上下文太短，512个 token 的限制在2024年根本不够用，一篇稍微长一点的文章就会被截断。第三，完全不懂程式码 ，BERT 只用文字训练，面对程式码检索这种新兴需求，完全无能为力。Modern BERT 就是为了同时解决这3个痛点而生的。接下来看6项架构改进，这是 Modern BERT 的核心。第一 ，Rope Rotary Positional Embeddings 取代了 BERT 原本的 Learned Position Embedding。Rope 的好处是它可以自然的外推到更长的序列，所以 Modern BERT 才能原生支援8192 tokens。第二 ，Flash Attention 2大幅降低 Attention 的记忆体开销和计算时间，在 NVIDIA Hopper 架构的 GPU 上还能用更快的 Flash Attention 3。第三，也是我觉得最巧妙的设计，叫 Alternating Attention。它不是每一层都做全局 Attention， 而是每3层才做一次全局 Attention， 其余的层用128 token 的 Sliding Window。这样做的好处是，大部分时候只看附近的 token， 计算量很小，但每隔3层就做一次全局扫描，确保长距离的资讯不会丢失，在效率和全局资讯捕捉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第四 ，GEGUL 取代原始的 GELU 作为 Activation Function， 提供更好的梯度流动。第五 ，Unpadding 让模型不再浪费算力在那些 padding token 上，对变长 batch 的加速非常明显。第六，移除大部分的 bias 项，进一步精简模型参数。这张对比表我建议你截图存下来，因为它是整份简报的核心。我们一行一行看，参数量 base 版从110 MB 增加到149 MB， 只多了大约 35%， 增幅很克制。训练资料量，这个差距就惊人了，从 3.3B tokens 变成 2T tokens， 整整600倍。上下文长度从512变成8192， 16倍。Position encoding 从 learned 改成 ROPE， 这是支撑长上下文的关键。Attention 机制从全层 Full Attention 改成刚才讲的 Alternating Global 加 Local。Code Training BERT 没有， Modern BERT 有。这是第一个在训练资料中包含大量程式码的 Encoder Only 模型。最后 NSP 任务被移除了，跟 Roberta 的做法一样，只保留 MLM， 因为后来的研究已经证明 Next Sentence Prediction 对下游任务帮助不大。训练策略有几个亮点。首先 2T tokens 的训练资料涵盖网页文件、科学文献和程式码，比 BERT 原始的 Books Corpus 加 Wikipedia 多了几个数量级。其次，采用3阶段训练。第一阶段用1024 tokens 的短序列学基础语言能力。第二阶段维持1024 tokens， 但调整资料组成比例。第三阶段才延长到8192 tokens， 学长上下文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分阶段？因为直接用长序列从头训练非常贵，而且梯度不稳定。先让模型用短序列把语言基础打好，再逐步拉长。这种渐进式做法更稳定，也更省资源。
第三 ，MLM Only 跟 Roberta 一样移除了 NSP。最后一点很实用，模型的层数和维度经过特别调教，确保在从消费级 RTX 3090、4090到伺服器级 A10、H10各种常见 GPU 上都能高效推理。这页补充了3个重要的设计细节。第一 ，GPU Optimized Layer Count。Modern BERT 的 base 版是22层 ，Large 版是28层，跟 BERT 原本的12和24不一样。这不是随便选的数字，而是在 NVIDIA T4、A10、L4、A100、H100、RTX 3090和4090这些主流 GPU 上做 profiling 之后找到的最佳配置。你可以理解成，它把层数调到刚好能塞满 GPU 的计算单元，不浪费也不溢出。第二，词汇表从 BERT 的30.222扩大到50.368。更大的词汇表意味着常见的词可以用更少的 token 表示，等于变相增加了有效上下文长度。而且因为包含了程式码 token， 所以 code 相关的任务不会被拆得太碎。第三， Tokenizer 直接采用 AI2 的 All Mode Tokenizer， 它是 BPE 的，而且已经覆盖了程式码 token， 省去了从头训练 Tokenizer 的成本。这一页讲3个进阶训练技巧。第一个是 Sequence Packing， 传统做法是每个 batch 里的序列用 padding 补到一样长，但 padding token 其实是浪费算力。Sequence Packing 把多个短文本拼接成一个长序列，搭配前面讲的 unpadding 技术，每一步训练都在处理真正有意义的 token， 训练效率大幅提升。第二个是 Weight Tiling，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他们先训练 base model 22层，训练好之后，把 base 的 weights 像瓷砖一样铺开扩展，用来初始化 large model 的28层。这样 large model 不是从随机初始化开始训练，而是从一个已经学过基础语言能力的起点出发，收敛更快，训练更稳定。第三个就是刚才提过的 Three-Phase Context Extension， 先1024，再1024调资料，最后8192，渐进式的拉长上下文，让模型稳稳地学会处理长文件。3个大数字先看一眼 ，Glue Benchmark 上的 Encoder SOTA 8192的上下文长度，2T 的训练 token 数。下面4个勾勾是重点。第一个也是这篇论文最强的宣称 Pareto Improvement。 什么意思？就是 Modern BERT 不是用速度换精度，也不是用精度换速度，而是两者同时进步。在经济学里 Pareto Improvement 是指一种改变让至少一方变好，没有任何一方变差。Modern BERT 做到了，比所有前代 encoder 都更准确，同时也更快。第二，它在 NLU 自然语言理解 Single Vector Retrieval 像是 DPR 和 Multi-Vector Retrieval 像是 CoBERT 3个方向都达到 SOTA。第三，程式码检索是全新的能力，之前的 encoder 模型都做不到，因为训练资料里根本没有程式码。第四，它是目前速度和记忆体效率最好的 encoder， 而且是针对常见 GPU 设计的。这张表是硬数据，我们挑重点看。表格分成4大区块 ：DPR、CoBERT、NLU、Code。先看 DPR， 也就是 Dense Passage Retrieval， 用单一向量做检索的。Modern BERT Base 在 BEIR 上拿到 41.6， 是 Base 级别最高的。再看 CoBERT Contextualized Late Interaction， 用多向量做检索。Modern BERT 在 BEIR 拿到 51.3，MLDR Out of Domain 拿到 80.2， 都是断层式领先，比第二名高出好几个百分点。NLU 部分 GLEE 分数 88.4， 是 Base 级最高。Code 部分更有趣， Code SearchNet 拿到 56.4， StackQA 拿到 73.6， 都是遥遥领先，因为其他 encoder 根本没有用程式码训练过。切到 Large 的部分，趋势一样， CoBERT MLDR 80.4， Code 的 StackQA 83.9， 都是大幅领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The BERT V3
它在 GLEE 上拿了91.4，按在检索和 code 上表现很差，说明不同模型各有所长，而 ModernBERT 是唯一一个全面领先的。这张效率表要搭配上一张的精度表一起看，才能理解 Pareto Improvement 的意义。先看 Short Sequence 的部分 ，ModernBERT Base 的 Max Batch Size 是1604，是所有模型里最大的，代表记忆体效率最好。Fixed Length 的推理速度 ，BERT 原版是 180.4K tokens per second 最快，但 ModernBERT 也有148.1，差距不大。Variable Length 就是 ModernBERT 大胜了，147.3对 BERT 的90.2，因为 Unpadding 技术在变长序列上的优势非常明显。再看 Long Sequence 的部分，这才是杀手锏。很多模型根本不支援长序列，表格里打了一堆横杠。ModernBERT Base 在长序列上 Batch Size 能到98，Fix 速度 123.7K，Variable 速度 133.8，完全碾压。Large 版也是同样的趋势 ，Batch Size 48，Fix 46.8，Variable 49.8，都是最高的。简单说 ，ModernBERT 不止更准，处理长文件的效率也是最好的。这就是真正的 Pareto Improvement。6个应用场景，每个都值得讲一下。第一 ，RAG Pipelines， 这是目前最热门的应用。ModernBERT 可以作为 RAG 系统里 Retriever 的 backbone， 负责把相关文件快速捞出来给 LLM 读。第二，文本分类，像是情感分析、垃圾邮件侦测、主题分类，这是 BERT 的传统强项。ModernBERT 直接继承并提升。第三 ，NER。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Token 级别的标注任务 ，ModernBERT 更长的上下文让它能看到更多的前后文来判断实体边界。第四，语义搜寻和推荐系统，这是 Encoder 模型下载量最大的用途。第五，程式码搜寻，这是 ModernBERT 独有的优势，用自然语言去搜寻程式码片段。第六，长文件理解，8192的上下文长度让它能处理法律文件、医疗报告。还有像我们做的 CTI 威胁情报报告，不再需要截断。以资安研究来说，一份完整的威胁报告经常超过512 token， 以前用 BERT 就得切断，现在 ModernBERT 可以一次读完，这对分析品质的提升非常有价值。来看怎么用，这段程式码非常简洁，关键是 ModernBERT 是 drop-in replacement， 跟用 BERT 几乎一模一样，你只需要把 model 名称换掉就好。从 Transformers Import Pipeline 指定 model 是 Answer.ai 斜线 ModernBERT Base，dtype 用 floats 6节省记忆体，然后 Model Kworks 里指定 Atom Implementation 用 Flash Attention to， 这是启用 Unpadding 功能的关键设定。接着就可以跑 FillMask 任务了。ModernBERT 提供 Base 149MB 和 Large 395MB 两个版本。看你的 GPU 资源选择，要注意，目前需要 Transformers 版本 4.48.0 以上才支援。如果你原本的专案在用 BERT 或 Roberta， 迁移过来，真的只需要改一行 model name， 下游程式码完全不用动。最后5个带走的重点：第一 ，ModernBERT 是6年来第一次 BERT 架构的 Pareto 改进，更准也更快，不是2选1。第二，它不是从零发明新东西，而是把 LLM 领域这几年已经成熟的技术，像 Rope、Flash Attention、Gaglu 系统性的应用到 Encoder 架构上。第三，8192的上下文长度打开了长文件和程式码检索等新的应用场景。第四，600倍的训练资料量让表征品质大幅提升，尤其是在检索任务上。第五，也是最实用的一点，它可以直接取代你现有的 BERT 或 Roberta， 不需要改动任何下游程式码架构。如果你现在手上有在跑 BERT 的专案，我的建议很简单，换，马上换。论文在 RCIV 2412.13663，模型在 Hugging Face 的 Answer.ai 底下。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我是红虾1号，我们下支影片见。